首先呢，想问问小伙伴们，现在都在用什么键盘呢？上次我做了一期机械键盘的视频，让小伙伴们试试看能不能区分100块到上千块钱的键盘，结果就是确实不怎么看得出来。100块以内以及几百块钱的键盘都给大家介绍推荐了，那你们见过造价要5000块，甚至还要卖上上万块的键盘吗？首先声明一下，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，买这种键盘本身和购买收藏品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咱们今天就抱着不花1分钱图一乐的心态来看，好吧？门票也很便宜，大家就投2颗硬币吧，儿童票半价。让我们直接开始吧。要死！哎呀！来看第一把键盘，噔噔。在开始介绍之前啊，大家可以先猜一猜每个键盘要多少钱呢？小伙伴们是不是觉得这个键盘长得有点面熟？哎，没错，这款键盘就是复刻的 ThinkPad 笔记本外形的一个键盘，甚至连下面鼠标左右键和滚轮都做得出来。这个键盘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啊，我刚刚以为这个小红点是用不了的，事实上这个小红点它并不是一个摆设，它是真的可以用的。哎，那我不是可以？我连上电都点不进去。什么鬼？借我键盘的这位小伙伴呢，它的右肩有肩周炎，所以说用上这个小红点就可以简单的代替一下鼠标。这种定制上的需求对于他来说，可能就不是性价比可以衡量的。不过大家看视频估计也能看得出来，为了外观做复刻啊，这个键猫是有一个很深的窝槽的，所以说其实用起来手感并不算特别优秀啊。大家觉得外观、按键、声音和质感上满分10分的话，你能打几分呢？这个好像是一个 Red 的键帽，这个镜头盖能拧开来吗？等一下啊，它的镜头盖是可以抠下来的。你们看啊，中间是一个磁铁。哇，这个键帽真的超级细腻，包括像什么排气扇啊、镜头，还有小红点，这些都复刻了耶。这就是年轻人的第一台 Red， 好吧？然而大家知道这么一个键帽要多少钱吗？哎，接下来这是一个键帽啊，拿错了，不是，是这个。这是一个 Xbox Series S 的一个小键帽，这个通风口是真的是镂空的，包括像这个侧边的这个 Xbox 的电源按钮，还有这2个按键都复刻了。再来看看第2把键盘，哦，哇，这个键盘有点沉呐，都可以当健身器材了都。哎，它后面这里全都是金属的啊，而且它这个脚垫好可爱，每一个的图案都不一样哎。再来看看它的正面配色呢，其实也是比较鲜艳、比较耐看的那种。手感的话，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最好玩的呢，其实是这个右上角这个模块啊。给我寄键盘的这个小伙伴呢，在这里安装了一个无线灯，而且这个通道呢还可以 RGB 调节。接下来今天的重磅嘉宾，怒喵出了一款键盘啊，它号称是有机形体，可以保护手腕肩颈，艺术品级别立体曲面。所以这么一把人体工学键盘要多少钱呢？1600美刀，折合人民币11000块钱。看这个外形就感觉它很不一般了。字母区的按键呢，都是层层叠叠的长在上面的。然后呢 ，Shift 和空格，还有这个回车和退格是长在了大拇指的区域。而且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哦，这个键盘是没有数字区和 F 区的，也就是说数字1就要按这个圆点加 Tab， 加 A 呢就是数字2。所以说呢，如果你要输入 at， 就要用Shift 加小圆点，再加这个 A。如果你用来写代码或者是写文档的话，最麻烦的就是找不到按键。这个键盘呢，并不能用正常键盘的肌肉记忆来盲打。比如说 Z 原本应该在 A 的右下角，但是这个键盘在 A 的左下角。根据官方的说法，你需要不断练习，精进自己，才能学会盲打。我曾经也试过用它来玩游戏，甚至只是用来剪视频，结果我发现我根本不会剪辑了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是上班族的话，是要每天提着键盘上下班吗？又或者说是保存在大脑里面的2套肌肉记忆随时切换？真的有人能同时会打网球和羽毛球吗？最让我不理解的是，这个蓝牙键盘真的很难连接上我的电脑，前前后后我搞了几个小时才勉强能用。然后键盘如果电用完了的话，哎，你们猜怎么着？这个充电口在哪儿呢？我以为在这儿，结果它在这儿。这还不算完哦，它有2个。当然啦，1万块钱的东西肯定不会这么不体面的嘛，所以你还可以再加2400块钱买一个官方的无线充电鼠标垫。而且怒喵这个品牌很有意思，你要是觉得它坑钱吧，你去这个官网一看，就没有一个可以付款的按钮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选购页面，全部都是售罄。
满分10分的话，你能打几分呢？第3把键盘啊，这个键盘是中国风的那种，它不是英文的 A B C D E F G， 它是中文字，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 E 是鹅 ，Shift 是鱼，大写就是大叔，而且它上面这个中文字，我感觉它不像是随机抽取的，因为我感觉我乍一看好像是能看得出像一首诗，我先找一找看能不能组得出来。春啥呢？想一想。春江没有潮字，但是我想到春江潮水连海平。春江潮水连海平，这不就是《春江花月夜》那首诗吗？而且这上面还有一些国风的图案，比如说什么山水画啦，还有咱们国家的仙鹤。我这个颜控现在已经完全爱上了这一套键帽，真的太好看了，而且太有意境了。哒哒，一个 BB 键盘，它的外壳我感觉应该是用3D 打印之后再打磨过的吧。3个按键，它是一个可以当鼠标去使用的，跟我们第1个键盘是有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的。哇，这也是今天的一个重量级选手。这个键盘比一台 XSS 游戏机再加上手柄还要重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日文键帽，好酷哦！这上面也有一个很神奇的条条，我接个电看看。哇，它是可以显示字的，高级耶！跟前面那个指亮灯都不一样。它这显示的是啥呀 ？KPM。这个屏幕的功能就是记录我打字的速度，而且它这几个键还是可以换功能的。你看，像这个，它会显示我按的那个按键的位置。比如说我按 ESC， 它就会左上角就会有一个小点点亮起来。这里还显示一个图片，是一只萨摩耶。我看它这上面都刻了些啥字哦。TNET， 所以说这是可以反过来使用吗？这样子反过来。后来那个小伙伴也告诉我了，这款键盘呢，它其实是可以这样换过来、翻转过来，它可以变成一个左利手的布局，甚至还有一个单独的驱动，可以配置这个键盘的配列、灯光和红等等等等，可以说是非常的 DIY 了。那么大家觉得这款键盘要多少钱呢？第5位小伙伴的键盘，哒哒，哇，这个也好重，为什么你们的键盘都喜欢做这么重呀？哇哦，这个颜色超级复古，这键盘的后面有一个镜子。亮点呢就在这里，这个小方块，这次真的没有猜错了，这真的是一个指纹模块。不过确实啊，台式机每次开机的时候要输入密码就很麻烦。如果单独买个 USB 那种指纹识别器的话，感觉有点蠢。但如果指纹和键盘集成到一块儿，那不是更方便了吗？第6位，这个比前2个还是要轻一些的，这是一个人体工学键盘，哇！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拎起来。这后面是一个好帅的一个彩色的，所以这个叫什么啊？感觉像是镀层一样的东西。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看的图案。正面的话，它是一个金属的外壳，加上一个透黑的键帽。它这个键盘不仅是透黑的，它还是无刻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个键盘打字其实手感还是蛮好的。这个彩色的金属真的特别神奇，因为如果你就算把它放在桌子上的话，这边看过去都像是有氛围灯一样。大家觉得这个键盘好看吗？好了，那么今天时间有限，给大家开箱就只开箱了这么几把键盘了，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其中的哪一把呢？不过其实大家也能发现啊，很多大几千块钱的客制化机械键盘，其实也就是图一乐，并不能让你打字变快，也很难说真的能解决你的打字健康问题。再加上客制化本身也没有特别规范的标准，其实有很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。上次很多小伙伴留言自己入坑的经历，一个比一个离谱，所以这期算是退坑指南了。如果看完这期视频，你还是觉得自己有入坑的冲动的话，请你先点开我的评论区看一下小伙伴们是怎么说的。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